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超任平台的《魂斗罗精神》。本作是系列的正统续作，但是很多小伙伴可能当年没有玩过这款游戏，更多的是在 GV 平台接触了本作的移植版。其实二者的区别还是挺大的，一些关卡进行了替换。本作加入了双武器系统，还有保险。这个炸弹好像魂斗罗铁血兵团也保留了。那双武器的话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如果咱们拿着现在的武器挂了，副武器是不受影响的。同时双武器还有一个应用，后面再给大家说。这个小 boss 呢，就是魂斗罗初代的第一关 boss。好，这里咱们按 F 进入了坦克。这个坦克是可以发射子弹的，非常强力，一发就可以干掉小 boss。好，在这一下清掉。其实坦克还可以往前开很远，但是不太有利于捡这些道具了，所以说我就把它扔掉。捡到了 C 弹，C 弹应该是本作输出最强力的武器了。现在我的主武器是 C 弹，副武器是激光。这个激光就不捡了。这里打一个小 boss， 这个小 boss 呢要利用到本作的一个技巧切枪。看屏幕左上角，我的两个枪不停的在切换，这其实是利用到了游戏当中的一个机制，就是同一个武器在屏幕上同时存在的子弹数量是有限的。当你发射出去一定的数量之后，然后呢你切下武器再发射另外一个，这样可以弥补同一个武器射击中间的一个时差，所以说达到输出的最大化。这个输出是比较恐怖的，因为游戏的机制呢默认你是没有这样强大输出的，所以打很多 BOSS 呢几乎可以秒掉。你也可以给这种操作起一个名字，叫做超线程技术。所以刚刚那个 BOSS 咱们在后面拿了2杆枪，从后面快速的射击他就顶不住了。刚刚还出现了一个 H 弹， H 弹呢是跟踪，这个我之前给大家录制过 GB 的版本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见过了。另外其实 GB 的版本呢我也给大家录制过。H 弹威力很小，包括本作的 S 弹，如果想输出厉害的话，想输出高的话，也要贴着脸射击。那这关的 BOSS 奴隶兽，好的秒掉了，我也是利用的切枪。否则的话，它这个乌龟的头啊就会伸过来挡你的子弹啊，这样就很难处理了。好，第一关过关。本作的流程一共是6关，那第2关呢 ，GBA 版就砍掉了。屏幕上一共有5个敌方的小炮台啊，咱们要把这些炮台毁掉，可以选择着陆点。这个旋转真的是反人类啊！按跳呢可以趴下，同时按住2个肩部键，可以在原地旋转射击。大家记住旋转这个词。你可以看出来制作组呢是利用到了超任这款主机的卷轴旋转功能，但是啊它不能这么用啊，就玩家转起来非常的晕，因为这个卷轴不再是单向的了，玩家可以自由的移动，尤其是这个转视角，很多时候转起来感觉这个胃部啊就不大舒服。好，趴下的话可以躲敌方的子弹，但是呢敌方撞你你是躲不了的。好的 BOSS 战，看这个 BOSS 也是转着出来的，但其实这关呢难度还算可以，后面还有一个这样的版面啊，那个版面真的是难，难点主要是在于旋转的要素太多了，到那时候再给大家介绍。要用到大量秦王绕柱的操作。好，这个 BOSS 干掉。该第3关了，那第3关是一个普通的关卡，这关还可以，不会那么晕了。这关的话 ，GB 版应该也保留了。好，我现在捡到了 F 弹，F 弹呢就是火炮，喷火枪。这个喷火枪的话，你看甩起来有一点像逗猫棒，
有一些 BOSS 呢，你掏出这个棒子打它呢比较有力。与其说是逗猫棒，更像是一个火红的鞭子啊。这关的 BOSS 很多都怕这条鞭子。好的，它的弱点，你看它这个红色的弱点在下面啊，正中间的下面，咱们利用这个鞭子啊，来回的蹭就可以了。卷轴开始向上了，这个地方真的突然让我想起了空中魂斗罗。空中魂斗罗的第一关就有卷轴，先向左，先向右，然后再向上。本关的又一个小 BOSS 壁咚怪，但是现在呢，咱们对它造成不了伤害，需要耐心的等一会儿。它发射的这2个小导弹可以躲，也可以打。如果用子弹打的话，你要是没有火焰弹，那就很难处理了，因为它发射到2个手中间的这个区域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打到。很多时候你只能选择打一个。快了，快了啊！等一会儿它还会变身啊，进入2阶段。好的，这样咱们等它中间开了弱点露出来，咱们再用鞭子来蹭它，可以干掉。还没完事儿，本关还有至少2场 BOSS 战。这个游戏的风格让我想起了魂斗罗铁血兵团，都是小兵呢，你感觉流程当中不太难，但是 BOSS 很多，有一些 BOSS 设计的很有创意，难度也很高。但事实上呢，这款游戏的难度是相对的。怎么个相对法呢？就是如果你快速的把 BOSS 干掉，或者呢选用适当的武器来打它，这个是比较容易的。比如说本关用 F 枪打很多 BOSS 都比较好用。另外呢，你如果快速的秒掉 BOSS 很多厉害的攻击招式也用不出来，这样达到一个降低游戏难度的目的。我刚刚的枪是 FC 啊，非常怀旧啊，这回换成了双 C 枪。双 C 的话也可以切换射击。因为同一个 C 枪的话，最大是3发在屏幕上，2个呢就是6发，这个输出非常的强。啊，这里2门小炮，你如果快速的向右走呢，左面那门小炮就没有了，就带没了。好的 ，BOSS 战，先打这2个小的机器人。这个黄色的要优先消灭，因为它可以跳上来。好了，咱们安全了。开始本关的最终 BOSS 战。这个 BOSS 的打法和 GB 版本不大一样啊，咱们先切枪。然后呢 ，BOSS 会吐火，他吐这个火呢是一个顺时针的，从最下面开始顺时针的吐火，所以说我刚刚向右跳了。屏幕上这个小怪刚才第3关也出现了，但是呢，它没什么威胁，它碰你没关系，它主要是抓你，把你抓起来，把你抓起来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再打。第4关呢是一个竞速的关卡，逮瞎户啊，突然就逮起来。咱们提前在这儿制造火焰爆炸圈啊，这些 BOSS 呢来了就在那儿干掉了。喂，这个坦克像不像重装机兵的格麦斯的座驾？就是在港口被买走的那辆车，一共有2辆，那戈麦斯买走了1辆。可能我说这个的时候，很多小伙伴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，尤其是我说有2辆车的时候，因为 GB 版呢只有1辆车，但是如果你玩超人版本的
重装机兵回归，那在港口是摆了2辆坦克。你买的时候呢，戈麦斯就会把另一辆买走。一个小 boss， 黑色的比红色的难打一点，所以说在这里使用火焰枪呢，攻击范围比较理想。激光捡了啊！这门炮呢，超人版本还可以，因为它发射的子弹不是封屏幕的，不是一个全屏的攻击，你不用秒掉它，快点打就可以了。这个小 boss 也比较简单。你在屏幕的最左侧呢，它第一下甩不到你，这样你就可以在后面用2个枪对它进行惨无人道的攻击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咱们要上飞机了。S 枪就不要了，攻击力太弱。这个小 boss 呢，魂斗罗铁血兵团，大家也应该见过。咱们如果打得慢，他还会上来打你的。好，把咱们发射出去了。这个版面呢，难度有一点高，但实际上它的难度要小于 GBA 掌机版，因为掌机版的屏幕像素有限，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导弹的长度它就短，屏幕的飞行距离也短，导致给玩家的操作空间比较小。好，我把这2门小炮的一门打碎了。那本关最大的难点就来自于这2门小炮，因为它发射的子弹是斜向的。这2门小炮打碎了之后 ，BOSS 的保险罩就碎了，咱们就可以往中间射击了。这里我就没办法切枪了，因为这里的操作量非常大。那我用键盘的话呢？同时要操作 WASD， 然后呢切枪键、射击键、跳跃键，这个就很困难了。所以说这里我就一直在用激光武器大家理解一下吧。如果切枪的话，会打得更快一点。第5关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关卡的时候，我当时就想，克乐美能不能玩点阳间的关卡呀？真的是太晕了，这关晕的程度比第2关要强很多很多倍。刚刚这个桥，咱们走上来呢，它是不会爆炸的。咱们开始开枪了，击中它，它就开始爆炸。这个创意，我的天，赶紧啊！你如果想制止这个屏幕旋转呢，你就需要用到你的旋转视角，和这个屏幕旋转方向相反，你可以把它抵消掉。你如果和屏幕方向旋转的相同，那这个视角转的就更快了，更难受。这关同样也是5个小炮台，清完之后就可以打 BOSS。站在流沙上的时候，咱们不动的话，这个视角它都在自己动，所以说这个关卡不好，我不大喜欢被动啊。好的 ，BOSS 战，这个 BOSS 有点像传奇的赤月恶魔呀。好，固定一下视角，打他的这个弱点，放炸弹。这个 BOSS 最好速战速决啊！如果打的时间超过30秒，我可能就吐了。好了，清完，进入最终关。最终关是一系列的 BOSS 战。咱们10条命了，炸弹还有3个，那够了。我没太计算，但是需要放炸弹的地方呢比较固定。我所谓的比较固定，是我的打法比较固定。因为每个小伙伴玩一款游戏，如果玩的时间长了，自己会有一个节奏。这里就非常像超级魂斗罗，也就是魂斗罗2代的第8关。看啊，我又捡到了 FC 武器，超级怀念，对吧？如果我把它调过来的话，主武器是 C， 副武器是 F， 那就是 CF。好的，这个 BOSS 大家很熟悉了，魂斗罗初代的最终 BOSS。
天王创魔信还是那么的弱鸡呀。接下来连续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呢是魂斗罗2代的最终 BOSS， 打他呢最好绕后，但是这里我就不切枪了，绕到他的身后，然后使用咱们的这根鞭子。如果打得慢呢，他会睁眼睛射出一圈子弹打你，你跳下来就可以了。我居然放了2个炸弹，炸弹太富裕了是吧？在这儿又一个 BOSS 是一个异形，这个异形的话最讨厌的其实是它的尾巴。对，因为它们的尾巴可以挡子弹。咱们先在上面，然后向下爬，再斜着向它发射子弹，不然呢子弹会被它尾巴挡住。好，天王鬼。这也是魂斗罗2代街机版的最终 BOSS， 因为在红白机版呢，它是第6关的 BOSS。我记得街机版它如果炸了的话，额头那里会飞出一个小怪物走了，给续作留下空间。那看起来留下的空间就是本作，因为本作也是正统系列。好，来到了这个游戏的扭蛋机啊，这个 BOSS 超恶心啊！你看它这些球。好，我抽中了特等奖。这个特等奖呢，就是它会扔出很多的道具，包括很多的炸弹。但是呢，副作用啊，就是它同时会扔出很多武器，这些武器我可能不需要。你看，我换成了双 L 了。哦，这个球它会不断的压缩空间，这样咱们吃到了很多炸弹，就可以在这儿放了。双激光我还在切枪，看这次能抽中哦，蓝色算是1等奖吧，因为有死角，咱们站在屏幕的最左侧这个安全位就可以一直打它了，还可以吧。继续抽，哎，射中了同样的。其实这里我有一点算着节奏开枪了。打这个 BOSS 呢太看脸了，因为有一些扭蛋实在是特别的难。这次我看一下啊，好，又射中了特等奖，又给咱们换武器的机会了。这次看他换什么吧，换什么随机呀？H 不行 ，H 的话攻击力太弱了。换了个双 C 枪，不错。这次呢，我的天，这是谢谢参与奖啊！这个最难。这个呢，如果你在屏幕的左侧，你需要走位很多，至少3、4个走位。但你如果在右侧的话，走位就比较少。好，把它打完了。他这个状态出来的很晚了。这样呢，这个大脑进入了供血不足的状态，已经紫了，就是里面全是静脉血了啊。然后呢，咱们撤离。但是呢，这个大脑还没挂，他呢又穿上了盔甲，又冲上来了。这就说明啊，打怪啊一定要补刀，对吧？这样他变成了最强大脑。好吧，其实这个状态挺弱鸡的，咱们快一点打，因为他后面的攻击方式比较狠，撞你的话没什么威胁。好的，打完，这样通过了。最后这个场景咱们也是坐着飞机飞走的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魂斗罗精神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这款游戏难度还是有一些，至少比 GB 版本的难度要高。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